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散热系统。但是，今天不是讲什么管路的问题，今天是来讲里面的东西，也就是冷却液。我有听一个朋友说，他有看到一部影片说，某一种冷却液会导致冷却系统的损坏。然后主因是因为那一款冷却液，它最主要的成分是纯水。我听到我那个朋友讲以后，我是觉得很纳闷，以成本考量跟取得的方便性来说，最好的最好的散热介质是水。对了，现在有一种冷却液，它标榜的是无水，它是无水冷却液，它应该是整个都是化学的。既然水是最好的散热介质，那为什么会用到纯水呢？因为水在沸腾的情况下，水里面的杂质很多，所谓的水就是自来水这一类的。因为自来水它里面的杂质会因为温度而开始结晶，就产生所谓的水垢。这些东西会导致你的可能水箱的一些水道，可能水龟，可能一些水道里面的一些东西会开始产生堵塞，会导致水孔变小之类的。所以会用纯水，就是因为纯水里面它标榜纯水就是里面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的矿物质之类的，然后它不会产生水垢，所以会用纯水做冷却液的基底，这个是非常正确的选择。那像冷却液有标榜什么33%、50%之类的，那为什么要在冷却水里面再去加那些东西呢？那个就是因为那些成分会因为冷却液的厂牌不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配方，但是最基本的诉求就是提高沸点，然后润滑，保护水道里面的基建，可能像水箱这些防水胶条，然后保护铝不会腐蚀，然后保护水管不会变质等等之类的，所以会加了那些东西。还有防冻防止水结冰之类的。所以在以纯水为基底的前提之下，加入了那些东西，就是希望能够让整个冷却水它能够在不会有过多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帮助整颗引擎做散热。那为什么会因为用了某个牌子的冷却液造成它整个散热系统的毁损？它意思是说，就是整颗引擎都受伤就对了。这个是我比较没办法去理解的，因为你如果说水道堵塞，或者说爆水管，这个跟冷却水基本上，我是觉得冷却水这种东西不太可能会有在正常的配方之下，就以纯水做基底，然后加入了很多可以帮助预防的一些化学成分。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是想不懂怎样的冷却液会去造成一颗引擎的毁损，这个我是真的想不懂。因为以散热系统来讲，如果散热系统出问题而造成引擎的受损，要么就是缺水，要么就是散热不良，要么就是温度太高。
就是这几样东西，会导致引擎受损。那在温度没有升高，没有缺水，没有爆水管的情形之下，就是整个散热系统都是正常的前提之下，光靠一个冷却液能够毁掉一颗引擎，我是真的想不懂到底有什么东西，到底是怎样的散热的冷却水会有这种威力。然后我想了很久，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本身那台车的散热系统存在了某个问题，只是在使用一般的冷却液的前提之下，并没有显现出来，反而是使用了所谓更高级规格更高，然后更耐高温的冷却液的时候才出现这种状况。要不然我是觉得除非是使用那种很小牌可能劣质的冷却液，才有可能会造成引擎的受损。我是听那个朋友说，那个影片里面讲的是好像赛车专用的冷却液。其实以赛车专用的冷却液，要么就是一般的冷却液调50%，因为如果你我这样讲好了，在换水箱水的那一片里面，我有聊到那个混的比例，像我这台车我是混在差不多40%左右。虽然因为你的纯水比例越低的话，代表那些可能乙二醇丙二醇那些化学的液体会更多，它可能会更有效的抑制升温，抑制水起泡等等的。那相对的，最好的散热介质降低以后，很有可能会造成温度上升会比较快。虽然它提高了沸点，但是它上升的过程可能会比较快。而且当冷却液回到水箱这边散热的时候，可能它的冷却的效果会比较差，这个有可能。那像无水冷却液，这个我是没有用过啦，因为无水冷却液它标榜的是可能你加一次以后，因为无水冷却液我听说很贵，它标榜的就是你加了一次以后，只要冷却液没有流失的情况下，几乎可以做到不更换冷却液。这边要补充一点，像很多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冷却液会自己的减少，因为我自己的状况，像我的冷却液都会有缺少的情况，我怎么抓都抓不出来。然后唯一能够得到的解释，就是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然后我停放的位置跟太阳曝晒的时间，造成冷却液里面的水自然而然的蒸发掉了。还有就是在我们行驶过程中，因为温度的升高、压力的升高，水箱盖开启之后，它把过热的水送到副水箱做冷却，然后水过来的时候，因为水会因为温度而气化，在那么高的温度水过来以后，它很有可能会一些水蒸气会经由排水管流失掉，这个也有可能。而且加上一般我们日系车的副水箱，它只是一个盖子而已，它没有所谓的密闭的功能，所以以我们日系车来讲的话，冷却液会很慢的减少，这个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就是水蒸发掉了。那如果是以欧系车来讲的话，它整个散热系统都是密闭式的，所以说
在那种密闭式的散热系统的前提之下，如果出现了缺水，一定都是哪里有出现渗漏造成的。因为以它的设计来讲，它没有地方让热水或者说水蒸气有地方跑掉。那回到刚刚讲的，因为冷却液造成引擎的毁损，我是真的想不懂，除了管路的原本车身管路的老化，我是觉得唯一的可能就应该是那台车本身就散热系统里面就存在了某个缺陷在，某个损坏在里面，只是在一般的冷却液跟正常的行驶状态下没有显现出来，反而是因为那个人加了所谓的赛车用冷却液以后，他可能做了很激烈的操驾，很激烈的驾驶，让整颗引擎已经推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刚好这个时候水道的那个暗伤就爆发掉，只有这个可能性。要不然单纯的来说，就像刚刚讲的，没有缺水，整个散热系统都是正常，没有泄漏的前提之下，真的是想不出有任何的原因可以导致单纯一个冷却液的更换造成引擎的毁损。好了，这个是我对于我听到的这个消息的一个个人意见。可能如果各位朋友有比较专业的，或者说你也是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欢迎分享，或者说也顺便想想看，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可以让冷却液就单靠一个冷却液毁掉一颗引擎。好了，今天这个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